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他说他真的没有中800万，但他一直不断在请喝饮料的台北市议员洪建义。五哥好，大家好，新年快乐。OK， 等到我们介绍完来宾以后，大家再问他这一段时间的心情。OK， 来，接下来为你邀请到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我待会会有奶茶喝。政治学教授范志平老师。大家好，不能够请王瑞德喝饮料。来，右边为你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议员李明贤。大家好，我没有中奖。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洪建义还是要初选了，大家知道。OK， 资深媒体人康仁俊。支持洪建义，好不好？票投珍珠奶茶。你是真的没有中？没有，这一期真的没有中，真的。这一期，所以你上一期有中吗？这一期真的没有中，中的真的不是我。张维元还居然画了 Google 图，从我服务处到那边300多公尺，他就说我中的。张维元，你昨天做的好事，今天你要对我说对不起。然后他跑昨天慈惠堂70桌，他每一桌洪建义中800，他就跑掉了。然后我这边解释半天，他已经进完一圈了，我还没一半。哦，这个心机真的很重。桌上有珍珠奶茶吗？没有。而且那70桌应该就你不会募到款，因为大家想说你被把弄弹掉啊。对，你要不要赶快跟大家讲一下？对啊，真的。选举需要经费，需要钱。我觉得他的眼眶都泛红了，泛泪。OK， 好了，但不管怎么讲了，那也希望就好，在场所有的来宾，如果今天要参加选举的人呢，都希望大家能够顺利成功，好不好？谢谢。那对所有的人来讲的话，当然你会看到，这次在过程当中，从上礼拜一直到现在，国内大家在讨论，第一个，今天国民党副主席萧奕成带团已经到中国大陆去访问了，在访问的前呢，在上礼拜。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当然讲了，那接受一些媒体的访问，包括两岸之表要有和平的框架，那包括要让台湾人自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类似这样一些说法。那这时候到底会怎么样一个发酵？那当然，对于军购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民众党版本上礼拜5过了。那已经复委，好吧？那但是对于行政院的版本还是一样没有进。国民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出版本。那这所有的一切，当然对绿营的人来讲，就有人讲说，你看这跟带队出去访问这些是不是都是环环相扣的？会是这个样子吗？好，那当然呢，选战来讲的话，对蓝白河之间，从新北到其他一些地方，是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在这一局这个地方？好，但不管怎么讲，大家总会看吧。仁俊，第一个。所以好，我们就先来讲，因为整个选战里面，大家如果讲蓝白讲这个6日吧，6日因为黄章主席现在已经不是立委了，是，可是他马上身份无缝接轨，转换成要在新北，包括竞选总部，所有这些，为什么这2天这个新闻闹得这么大？包括有一个女子陈情，大家也要讲，为什么？这个当然，黄国昌离开立法院的这件事情哦，应该要从黄国昌自己说他未来的人生规划开始哈。第一个，他要选新北嘛，然后再来是他不排除因为回去再做律师嘛，再来要做直播主啊，然后要跟这个社会跟这个党团开会哦，反正他讲了几个哦。但大家比较好奇，就是说他身为民众党的党主席，除了这些事情之外，难道没有更重要的事情可以做吗？这就回到了在那一天的那个场合里面哦。事实上，因为媒体有拍到，就是说，黄国昌好像在这个女子要出现之前啊，有先用他这个 X 型的灵动的表情啊看了一眼，然后后来这个女子就进来。黄国昌后来有做解释啊，他说啊，就有人要陈情啊，我当然就退到旁边去嘛。可是我觉得大家会比较好奇的是，在场，因为你当时也站在中间，你怎么知道旁边有人要陈情？哎，对，仁俊，等一下，就是刚才那个画面吗？是，来，老婆，我们再看一下刚刚那个镜头，这个人要澄清，对不对？因为他其实是在一开始在旁边，而且你可以看到吴怡轩其实是因为那个场子主场是吴怡轩嘛，对，黄国昌在当时还有说吴怡轩应该站到 C 位去，仁俊就是这个画面，是，就是这一个。那是旁边有人跟他说有人要这，可是以黄国昌那个角度那个位置来讲，他基本上除非那个人很大声提醒，但你从后面吴怡轩的那个表情就知道吴怡轩是状况外，因为吴怡轩也站在那个位置上，但吴怡轩说你要干嘛？完了对那个女生跟他说我要陈情，他说那陈情你是不是可以等一下？但你女孩子就继续走，黄国昌就默默飘走，所以那个的场合其实是尴尬的，一直到后来你到今天网络上还讨论说她是柯文哲的学妹，到底是什么学妹啊？
也没人知道，还有人去起底他的这个什么国中、高中哦，大家都起底完，起底去，后来得到一个觉得他可能不是真正的学妹，那已经不重要。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件事情，黄国昌的讲法，我觉得很难去让对这件事情有疑问的来去。为什么黄国昌他不是讲说绿媒反正就是在编故事，可是他自己针对这个。他就讲说，因为有人要澄清，他当然就让开，是就这样而已吗？那我就讲嘛，就说谁在当下只有黄国昌知道要澄清嘛，因为我就讲吴怡轩他们其实一头雾水的嘛，所以吴怡轩才会讲说你要干嘛，也没有人通知。那黄国昌其实可以在旁边讲，他有事情要澄清，这事情其实老这样，我觉得就结束了，因为你如果是旁人告知，但看起来没有嘛，所以我觉得当然黄国昌现在的一举一动是高度的被放大检视，包含到你知道有人网络就留言跟陈佩琪说，你知道黄国昌在弄你老公吗？结果你知道陈佩琪调出陈佩琪说怎么弄啊？我跟国昌老师那边有赖啊，你跟我讲，国昌如果真的有弄，那我去帮我老公讨公道。佩琪果然是佩琪虽然国昌叫起来蛮随和的，但是后面的那一句真的有弄，那我去帮老公讨公道，那表示什么？如果陈佩琪按照过往来讲没有，他就觉得没有就没有嘛，不要见缝插针，不要变成绿媒，但没有啊，陈佩琪看来是说，那你跟我讲他到底弄了什么？上一次被质疑说黄国昌跟柯文哲司法案件有关系的时候，其实也是在狗仔的那个事情上面讲出什么陈佩琪跑去银行里面，然后有什么保险箱。也是黄国昌的那个狗仔所服务的那个媒体独家先爆出来啊！当时很多人就讲说你黄国昌到底有没有跟柯文哲？你那个低潮到底怎样？老实讲，我觉得对陈佩琪来讲，有很多事情，我觉得他心里有想法。所以黄国昌现在说他的新北是正式的开了嘛黄国昌也在试图寻找一个大家能够多看见他的机会比如说他找赵少康去我不认为赵少康有什么心机啦。虽然有人讲说他是战斗蓝的这个精神领袖怎么跑去帮黄国昌，但我其实老实讲，我不认为赵少康会去选择说你要我去，我去选择说我要去或不去，我不认为他有太多。可是黄国昌他很清楚知道，就是我把声量营造起来。赵少康开什么玩笑？好歹代表国民党选过副总统，站在我的竞选总部旁边，会不会让一些这个国民党的支持者认为说，赵少康也挺我？所以我觉得黄国昌虽然立法院没有黄国昌，有些人会觉得就是说终于安静下来比较不太会有咆哮的情况。议事能不能正常运作是一件事，但最少不用再搞分贝计这些东西可是另外一件事情是，没有立法院的黄国昌，他接下来看起来只剩选举这个议题。现在会被多了一个，其实是你跟柯文哲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因此有所生变？也就是柯文哲看起来他会拿回的是民众党的主导权，不管是在政治议题上面，不管是在未来的党务发展上面，甚至连选举的布局。你看柯文哲说我去搞我们那个什么院长，那个单位就是为选举在布局的啦。他要培训选举的人才嘛，要培训你对民众党的这个想法，你要有更有的认知。那老实讲，什么叫民众党的想法？完完全全就是柯文哲的想法所以我认为，我那一天我就讲说，柯文哲接这个院长之前，他在洗民众党的成分。那对黄国昌来讲，你未来的路会不会在这些只字片语当中被走得越来越小？那已经不是见缝插针的问题了。我就讲，当大家所有人都在那里，没有那个大声的告诉你讲说有人要澄清或黄国昌，我不认为你会不知道在那个场合里面，你应该先理解一下澄清些什么。正常吧。幕僚通常也会问一下嘛，你要干嘛？总不会像当年马英九站台的时候，有一个人跑上去站在旁边跟着一直喊，很多人还以为是立耿贵芳，结果发现不是，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跑到上面去。这种事情在这种场合其实不应该会发生的啦。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慧珍，如果真的说好，那第一个。如果刚刚任俊所讲的，那叫国家治理学院院长嘛，所以现在柯文哲大家就要院长嘛，对不对？对，看起来这个院长已经掌握了整个民众党的实权，以后民众党的走向或各方面，尤其选战布局，就是看他。有人说对黄国昌来讲的话，新北这一仗，不管他的想法是怎么样，当柯院长跟你说打到底，最起码死守到8、9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对他来说也只能鼻子摸摸，就是这样。目前你看得出来，那黄国昌一直在告诉你。你们不要再说我选假的，总部也弄了，请了这么多人来，伏地挺身我也弄给你看了，拉单杠我也拉了，你们还要怎么说呢？
但我跟你讲哦，你说他搞这些什么拉单杠啊，然后弄春联啊，甚至有他自己的写真的一个出来啊。然后呢，这些就能代表他会选到底吗？还是事实上他所表达的心态是什么？哦，就是我全力配合。但是这个配合是谁啊？是配合蓝，还是配合柯文哲啊？我觉得其实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含义在。他当然跟那个现在其他的蓝营，不管是李四川或刘和然比起来，因为他们两个到现在还没有确定嘛。到底说今天新闻是说今天晚上那个他们两个要谈，对不对？川博跟刘和然嘛，对不对？对，但是后来李四川说他根本也没接到通知，是吗？对，他已经公开讲了，他根本没接到通知。等一下，明显要解释这一段，因为这个太复杂。所以你就会发现哦，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蓝的自己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整合出来。那所以呢，大家都说，哎，那现在呢，黄国昌是唯一一个非常明确，他就是会选的，起码柯文哲叫你给我选到底。所以他现在看起来就已经开始有这些动作嘛。他做这些动作，会不会是要大家告诉所有的人，我就跟川博不一样？哎，对，要不然川博来啊，大家来拉个单杠，他是要刻意要做这样的。当然，他就是要朝着年轻化，而且你说刘和然他要什么许光汉，但是许光汉大家会觉得好像监议委员明显的觉得不认同啊。但是你就知道，如果真的以外形、年纪，或是对年轻族群的一个吸引力来讲，那黄国昌当然是比起来比较有优势。可黄国昌的问题不在这啊，黄国昌的问题在哪？黄国昌的我个人认为哦，他最主要的问题哦，是你跟柯文哲两个人把起都北鹤嘛。就是你不要说你要不要蓝白合啦，你光现在在你们的民众党里面，到底你们民众党是听你的，还是听柯文哲的啊？你不要说你要不要蓝白合啦，你光现在在你们的民众党里面，到底你们民众党是听你的，还是听柯文哲的啊？你这个蓝白合到底是你讲的蓝白合，还是柯文哲的玻璃心啊？所以我觉得他们自己内部现在哦，他到底是主事者，还是柯文哲一个棋子啊？我觉得现在其实是有一点还是搞不太清楚的一个状况然后再加上刚提到一开始的时候那个眼神嘛。我跟你讲，我觉得那个真的大有鬼。为什么？你们可能那个没有完全播出来。那个女生是说，柯市长，我是你学妹，我是中正国中第一届毕业的，我现在35岁，我为什么在台北市买不起房？我跟你讲，不好意思，我是南门国中的，中正跟南门就是那个中正区两个比较好的国中。我不要说我几岁啦，但是如果是中正国中第一届毕业的都比我老，那我今年有35岁吗？没有嘛，所以那个人是来演戏的，那个人是被安插的。如果你是中正国中第一届毕业，你现在起码是50几岁起跳那为什么一个人莫名其妙跑出来讲说我是中正国中第一届毕业，我今年35岁？这个脚本写不对啊，人设不对啊。这个一般人都以为讲完就算了，因为我刚好是那一区的，所以我知道那个有问题。那个人是，那你说，但是不是个灵动的眼神叫他这样演，我是不知道。可是我知道整个过程很有戏，因为当他讲完之后，你没有看到黄国昌就往旁边走了，好像有点就不关我的事。那你看柯文哲，你看他走着，他走去哪里？他走去黄国昌旁边，而且你看他的刚刚你们卡掉，他脱外套，他还有点这样。这个是什么意思？比如说讲话讲一讲，我这样的时候就想说，对，出来站下，对啊，就是你要，你现在是党主席耶，你要出来搞一下，你怎么点偏歪的偏下去？有没有？他为什么要往旁边走？他其实就是有一点叫黄国昌，他手还给他稍微弄一下，就是要弄一下，这边弄完之后外套脱下来，这个再给他弄一下。但黄国昌从头到尾都没有去接招。但慧珍，如果有人在质疑说是不是黄国昌那个灵动的眼神要那个人过来，如果是这样，是所谓何来？那当然是你知道吗？柯文哲在那个最后一天黄国昌在最后一天1月31号接受记者在访他未来的工作是什么的时候，他讲到一段话非常酸。他说党主席的工作我当然还是继续进行下去啊，但因为民进党的鹰犬去搜索中央党部之后让大家都发现原来民众党党主席是没有办公室的。我到现在目前为止也完全都没有办公室，但是我还是会去工作。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把我的一些资料 PowerPoint 什么什么全部带到会议室里面，然后就在会议室开会。我想请问一下，柯文哲在民众党里面没有办公室吗？有嘛？那柯文哲现在已经早就不是党主席了，那柯文哲办公室有没有动？没有动嘛。所以光是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其实黄国昌是很不爽的。我当党主席当到现在，我连个办公室都没有。那办公室讲难听一点啊，卡 key 的位置嘛。那我连在这里，我是党主席耶，结果在这里连办公的位置都没有，那叫什么？你就是我请来，你就是柯文哲请来的客卿，你随时是准备铺盖要你走的。那我觉得黄国昌他也是很清楚知道，当他现在没有了立法委员的光环之后，事实上他的权是实权虚权。其实他自己点滴在心。那某一种程度上，为什么他的那个新庄的那个总部竞选总部开要找赵少康？你们现在蓝白合谈了吗？还没啊。那为什么要找赵少康？因为赵少康在现场说了一段话。他说黄国昌在大罢免的时候跟我们常常联络，所以呢，我们这个点滴在心，就是意思是这样。所以黄国昌跟柯文哲看在那个赵少康的眼里，他说柯文哲很聪明，意见很多，所以站在那个赵少康的眼里，蓝白如果在白的里面要选一个合作的对象，你猜他会相信谁？当然是黄国昌了。对呀，对啊。那为什么这个场合你要找一个找一个赵少康来这样子？代表我后面也是有人的嘛。我跟蓝营比较能沟通，是我跟蓝营之间没有嫌隙。而你跟蓝营之间，你之前2023、2024那一次，你给人家搞过一次，人家现在其实也是点滴在心。所以柯文哲搞不好色变你要知道那连那个吴怡萱他讲什么蓝白合的这个目前蓝白合的架构里面没有钟小平。那今天游淑慧也讲了，就意思就是说，什么要不要柯文哲帮我们站台？你要看我要不要请呢？我相信在蓝白架构里面可能也没有游淑慧。OK， 所以他们的那个就会越来越大嘛。所以我觉得黄国昌大家都知道，民众党主要的精神领袖当然是柯文哲，可是我觉得黄国昌还没有放弃，而且黄国昌现在上野的，搞不好就是时代力量晚期的时候站在那边，但在最后关键时刻站出来，不挺时代力量，反而去挺黄珊珊。OK， 那来明显，可不可以让大家看一下，从刚刚所讲到的这些，对你们来讲的话，蓝白合之间，那因为我听小平在节目里面也讲过，他们也觉得如果要合，因为跟黄国昌之间合作，那时候多合作无间啊。主要也是因为阿北又讲了玻璃心，又讲了什么蓝营不要把自己的实力估得太高，类似这些。那像好，我们就以新北这来讲，你们到底怎么办？你就立法院合作来讲，因为阿北因为去年大部分都不在嘛，所以运作上是跟黄国昌当然合作无间啦。你说包括最后毕业，主要上礼拜1月30号最后一天，包括罗志强跟黄国昌他们还拍了毕业照，这边合拍，就是那种感情。因为上礼拜我跟参旭有遇到志强，他都讲说要跟黄国昌的点点滴滴，就每个礼拜碰面，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做沟通的啊。所以你说那是不同党，可是有党之间结合一个联盟是非常密切的啊。对阿北来讲就没有那么就说那么密切合作的一个经验啊，所以加上阿北这些话，可是我认为大概几个阿北自己也讲得很清楚嘛。蓝白合的大方向不会变嘛，那就跟火车一样，跟高铁一样啊，你铁轨还在那里啊，你们铁轨突然翻车了吗？铁轨不会变啊，除非有人去搞轨，把什么堆石头上去，应该不至于啦。所以最主要的观察指标包括新国会2月1号新国会开始嘛，那2月24才报道嘛，接下来还有一段时间缓冲期。不过几个主要的指标在县市长的部分嘛，关键就新北。我们内部大概李四川应该没有问题啦。今天有没有碰面？我没去问，我刚赖给川。下午的时候有一则新闻说2个人今天要那个川博跟刘荷兰要面，然后刚才人就有讲说川博说连他都没有收到这个通知，这到底是什么新闻？我刚好要赖给川博，他要打给我没有接，不过他赖2个字。你打给他？不能，你可以现在打，直接播，现在上班时间不行，你们赖我。没关系啊，川博在开会，川博在。这1分钟就没有上班，这3秒2、1，好，下班。他们那2个字说没有啦。没有，他说没有，对，打说没有啦。不过是这样子啦，
我两个指标嘛，两个赛嘛，就第一个，当打棒球要看赛嘛指标。第一个，上礼拜中常会的那个新北的议员兼中常委林金杰就主动提案啊，希望党中央授权给党主席征召谁？征召川博嘛。林金杰自己的新北市的议员了，讲的那么白了，那甚至今天包括黄志雄国民党新北市党部主委讲说。川博跟侯友宜一样是对的人选，公开叫别人啊，好吧？就是这也不是在，这也不是在底牌早就先开了。你不要再讲川博，要讲川哥，好不好？你要把他年纪，就是当黄国昌做这个以后，他也要年轻化一点。年轻化。好，老师你不要在那个惠珍旁边又要米可白跟米可鲁。正在练健美。对。那当然，所以。大概人选应该没有悬念啦，可是因为党中央认为说，包括新北市党部在协调，透过公平的机制，那在2月15号就是下礼拜过年前要协调出来了，所以我认为他见面是一个形式的过程啊，可是大概采取征召或采取协调成功，然后变成提名川博，大概这个是没有悬念啦。为什么？就说在新北的部分，黄国昌之前跟郑丽文见面的时候也提到啊，假设他民调没有赢。他就不会扯后腿啊，那公告非常的大度大量嘛，所以跟监一样啊，中了彩券就要请珍珠奶茶，就是有兑现嘛，所以这是好的事情啊。所以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新北议员压力很大，我常常遇到他们第一个，他有2个压力，第一个，他们确实很多人譬如说这次我们在新北提名32席。那希望可以单独过半的话，要到36嘛？那34了。那民众党也有提名啦。那民众党是要成立党团，那3席以上。那国民党要过半的话，很多议员都认为，第一个要强而有力的母鸡。他们私底下都认为川博最至少民调最强嘛。他们甚至也帮川博准备好看板。可是因为他挂起的呀，他挂上去的话，第一个刘和然还在跑他挂上去的话，那不是说得罪，不是也对不起侯友宜，不是啊？你刚刚已经得罪了，对不起侯友，对不起刘和然，你们老是要害我，就是不好意思嘛所以如果挂所以这次如果党中央确定用征召或协调成功的话，大概过年前看板就会上去了。那第二个，他们急的原因是民调确实在拉近了，包括你看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那个吴子嘉也讲，如果1对1沙卡都的话，川博大概领先大概不到3%。然后，如果是1对1的话，大概领先9点多%。那个民调，其实我看到内部几个民调啦，其实川博手上也看过民调了啦，他也知道民调情况是怎么样。你现在讲的话都是国民党的立场讲的啊？你现在讲的话都是国民党的立场。我是国民党籍的啊。我的意思是说，你刚刚说了，黄国昌曾经大度的说过，他如果要民调输的话，就愿意那个样，对不对？对呀。那你如果是柯文哲，对啊，我为什么要那么大度啊？你们的议员急，我干嘛要急啊？我这个如果要是你刚刚讲民调被拉近，拉得越近越好，拉越近，黄国昌的价值越高，最好拉到最后黄国昌能够反超。但是不管怎么讲，我的身价是要靠你们2个人近不近。如果要是川博跟苏皎惠一直拉得很远很远，那要不要黄国昌没有意义啦。当你拉得近的时候，我才是最重要的那个 key man 是这样子啦。我就说第一个。这次在新北坐轿的是黄国昌，抬轿的是柯文哲。坐轿了，当然讲话会比较只是抬轿吗？柯文哲还是我决定你要不要出嫁上轿的那个人？黄国昌今天都已经秀腹肌、秀马手啦，腹肌马手不见得一定要在新北。不过一个我觉得有一个氛围是这样子啦。这次跟君越那时候大选的时候蓝白翻脸的那个情况是不一样的。这次跟君越那时候大选的时候蓝白翻脸的那个情况是不一样。那时候是由上而下，上面人决定要和，下面人还是在那边 K 过来 K 过去啊。包括我们民代啊，甚至我们支持者两边是会互相在网络上或在群组上、社群上呛过来呛过去啦。这次你也看到。那个琼州有呛过来呛过去吗？除了小平书之外，其他比较少了嘛。小平书也会收敛很多啊。所以这次是由下而上，基层认为说一定要蓝白合才能抵御民进党。就说新北大前提是
不能让民进党夺回执政权。新北市最大票仓，你要民进党 K 去，那对蓝白是挫败，不是只有国民党伤哦，对民众党也伤啊。所以这一部分基层的压力要 push 你蓝白合，这个大方向我要讲，铁轨在这里，不会突然到新北啊，突然就翻轨了啊，或这里突然有人搞轨，摆个石头上去。我不认为柯文哲是摆石头的人呐，所以大方向是基层很稳定，这个方向是会变。那至于说黄国昌讲这样，到最后会不会？我认为节奏是这样子啊，国民党在农历年前决定人选，然后在3月前蓝白决定人选，新北就可以抵定了。我觉得大方向基层的压力会让上层结构不敢忤逆基层的压力。所以你觉得3月的时候，我认为3月底前就决定了。对啊，任俊补一下，我实在不太懂国民党怎么会堕落成这样。当年宋楚瑜他要出来选总统。国民党认为宋楚瑜导致国民党败选，那时候没有认为是万恶的民进党害国民党败选，宋楚瑜被骂了多少年？你说2000年那一仗，被骂了多少年？国民党给人家取多难听的绰号，到现在还在骂，曾几何时，今天变成是一个黄国昌，变成是我坚持要选，我其实有选了之后，国民党心里清楚知道黄国昌这一出来捣蛋，国民党一定输，不敢去骂黄国昌。然后还在前最高的原则是民进党要下台，我不知道国民党在想什么啦哦。老实讲，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黄国昌今天不管黄国昌跟柯文哲他怎么乱，他们怎么闹，在新北市的盘，我不认为国民党会不知道说我跟民众党之间的盘势差距有多大。今天闹出一个李四川被媒体先讲，而且你看就那1个小时内的新闻一下说今天晚上说哇大家要谈了，然后李四川公开出来讲说没有，我根本没接到通知。上个月新北办了一个协调，当事人都没出席，没有出席协调会，没有参与啦，没有出席，也是没出席啦。现在一天到晚讲说2个都是副市长，所以没办法出席。副市长很重要吗？没有你会垮吗？新北一定要刘荷兰当副市长吗？那都是借口嘛。上个月那个协调会里面，大家没有共识，为什么坚持不退？最后一个共识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就不要再找民调公司来做民调了啦。那什么决定？协调。你知道这个差别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如果真正再做民调下去的时候，就会有人摆明被难看。所以他到最后的一个共识就是，好，那我们不要再另外那个民调出来了啊，不要再找3家了啊，我们自己去协。我就讲嘛。你这协调怎么做？到今天是一个最尴尬的哦。有人放了一个新闻出来讲说，今天晚上要见面了。出来否认的不是刘荷兰，居然是一个讲说国民党如果有需要，我就出来承担的那个叫李四川。换他出来讲说没有，我根本没接到这个通知。那表示什么？我认为李四川有发现到有人刻意在放这些话，搞不好李四川今天晚上有重要行程啊，他根本没得出席啊。但为什么国民党在放这个话之前不会去思考一下，真正的当事人是刘荷兰跟李四川呢？所以我就讲，今天最怪的一件事情，我刚为什么提宋楚瑜这个例子？我想我这样提大家很清楚嘛。明明国民党在新北市的盘会不稳，是因为民众党坚持去刨你的根啊。结果大家还要一直在讲，你知道新北的议员怎么说吗？哎呀，对，我们要和，但是新北议员对不起，有各自努力。议员不要跟我说要和，你去抢我的票，我要怎么跟你和啊？来，将军，我讲这叫做事不关己，讲话潇洒。这次在讲蓝白合都是什么？都是没有要跟你选的人。所以最起码不是议员成绩了。对，就是你议员没有要站台蓝白合吗？市长来，你有没有看到李四川送花？有没有看到刘荷兰送花？有没有看到曾丽文送花？没有啊，没有啊。那这3个人都不送花，蓝白合什么？对不对？请问傅崐萁有要跟黄国昌拼新北市吗？没有吧，送花，对不对？请问柯志恩要跟这个黄国昌拼新北市吗？没有嘛，事不关己用力送啊，跟自己有关系的绝不送。如果今天黄国昌那个成立大会，我看到李四川送花，蓝白合有望哦。我今天看刘荷兰送花有望，看到郑丽文送花有望。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哈，因为刚才明显讲的很棒啊，只要让民进党下台，不要让他当选，那就让黄国昌选了。可不可以？可以啊。黄国昌不是民进党的，那国民党就好，李四川不要选，让黄国昌选，一定赢。让他选。别，
我们的和是说要让国民党选，这哪有在和嘛？在吃人家豆腐嘛？然后我最后再讲哦，李四川现在面临到什么问题？大家就说李四川很强很强很强，我告诉他，李四川有选举过吗？没有。有没有选举过？他自己没有哦，他自己没有选举过哦。台教跟自己坐教完全不一样。你担心他怎么样？我担心他的公务员的那个特性啊，忽然间没有办法转换成选举的候选人。我问你，包市长，那个怎么没有搞定啊？对不对？那你未来当市长可不可以给我个承诺？我告诉你，选举人会说 OK， 交给我，我尽力。公务员呢，这本来就不行啊，这你不能逼我犯法嘛，完蛋。那我选你干什么？所以他的从公务员的，他长久以来是公务员。公务员叫做一切依法行政，讲规定。选举人是怎么样？这候选人是我一切的事情我会先答应你，然后但是不把话讲死，留一个空间，我们未来来处理，人家才会投你嘛。这叫做什么？这叫做选举技巧。李四川会吗？然后另外我讲还有一个黄国昌跟李四川最大的不同点，黄国昌他有声量，李四川没有选举你在新北很大，你知道吗？新北非常大如果李四川的声量不及黄国昌，你未来如果他说好，我们来民调，那你黄国昌跟这个李四川民调还要搞什么？还要搞3-7比吗？不可能嘛！3-7比，我告诉你，如果民众党的党员占30%，国民党占30%，民众党黄国昌会拿100%哦，对不对？不可能3-7比，一定是全民调。那请问手机跟市话占多少？各占50%，敢不敢？各占50%，敢不敢？如果你不敢，你怎么和啊？所以我讲，如果新北要让这个民进党苏巧慧永远选不上，你就让黄国昌选嘛，就让给他。不，刚才包括任俊跟将军，明显要不要先回应一下？任俊直接说你们堕落，为什么自己不能打？你让他举宋楚瑜那个例子，将军那个才叫见缝插针啊！将军那个才，你看，我没有见缝插针，他那个才我直接开炮了，好不好？因为他是从国民党出身的。对，我觉得选战当然要策略结合了，就是说友党之间竞争，譬如说民进党也一样啊，他跟时代力量过去跟甚至包括很多激进，他也是在策略合作啊。你不能说政党永远都是以兼并人家，友党本来之间就会策略合作，可是当然不能以自己抹灭自己的主体性嘛。所以选举本来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在各县市上我们有因地制宜嘛，新北有新北的做法，比如说新北啊，譬如说新竹市的部分，我们就一开始我们就说确定。这个双方自己有自己的，譬如说高虹安现在当然就用无党籍选的机会高嘛，可是那是原本白银的这部分就是我们礼让嘛。那新北当然是以国民党为主，当然以国民党优先呐。那你说让给黄国昌，那黄国昌他民调要能赢嘛？黄国昌如果今天民调赢川博20%，赢苏巧慧20%，那我们礼让没有问题。有网络民调赢为什么要20%？是不然我说至少你有领先一个幅度嘛。那今天民调做出来，川博1对1是赢苏巧慧，我看过赢快接近20%的啊！我当然在这里我要示弱，为哇民调赢很多，我看过的民调不止5份，好不好？我那王家公安享用的嘛啊，所以选举不能说我气呀，我一定赢啊，一定要他讲说我最弱，一定要示弱。选举很多策略啦，赢最重要啦。那当然第二个跟建议委员共啊，理念也很重要，理念也是要散播的过程，在选举的过程中就是一个说服啊、沟通协调过程啊。那要看哪一个能赢嘛？在新竹当然高虹安最强啊。那你至于说彰化跟嘉义市的部分，那双方我们都是没有没有，就是说不是连任的嘛，这一部分就变成要有调整的空间了。比如说未来在包括嘉义市提名，就要保持一个策略跟弹性，所以这个兼顾政党的主体性，第二个要能保持能赢的策略了。不过现在新北为什么会这么受瞩目？当然人口多，然后是国内最大票仓这些建议。也是因为最近看到很多说苏巧慧一直在往上找，一直在往上赶，类似像这个样，所以搞得现在民众党黄国昌这一席对于国民党来讲，有很多人说那不能放啊，放了以后万一有什么闪失怎么办？这也是因为你们才搞成这个样子啊。其实民进党在新北市苏巧慧很努力的跑基层，按部就班的选举方式，这论情共民调一定会拉。但换个角度，国民党现在还是主帅未定。但讲回来，国民党主帅未定，是因为你们内部的问题。不管说你们的中常委要求党主席授权党主席征召等等的问题，这是国民党的家内事。但你讲过来，今天我们的主轴讲民众党在这一次选举当中扮演的角色。民众党，我跟你讲了，黄国昌他自己本身是人在曹营心在汉那你如果说柯文哲，柯文哲，我凭良心讲，柯文哲他本身他要的是一个筹码。黄国昌，我现在叫你选，他能不选吗？
你有本事黄国昌每个乡镇市以前的乡镇市，现在各业区，你去给我设一个竞选总部，黄国昌动没掉。但黄国昌现在是原因就是，你记不记得他曾经跟郑丽文面谈过的时候讲说，我们来做一个公平的一个大局为重，做个民调，输了我就全力支持。类似相同的话，黄国昌在找台阶下，你跟我做民调，我一定不会赢。年轻人不接电话嘛。接电话的传统民调是在家庭的电话才叫传统的民调。新北市400万人口外移来的加起来700多万了。那你这样讲讲，民调谁会有利？民调黄国昌还是老三呐？新北市400万人口外移来的加起来700多万了。那你这样讲讲，民调谁会有利？民调黄国昌还是老三呐？第一可能就是李四川，第二可能就是刘荷兰，第三就是老三黄国昌。但黄国昌你不让他台阶下，柯文哲又叫他选到底，那他又不愿意花钱去设竞选总部。我讲句话歹听的，黄国昌今麦来bản身好像看，和柯文哲看。事实上，他希望跟你们谈。说难听点，如果真的我民调输了，黄国昌，川北啊，我听你，后拜你有我一个位，有没有可能？有，因为在民众党的里面，一颗太阳已经确定了，你们不要被黄国昌这样子玩了啦。黄国昌使那个眼色，我当徐国勇助理，我当卓荣泰助理，哪怕我当议员快20年了，徐国勇跟我在一起，有人澄清，我第一个一定跳出去。好，你找我讲，徐国勇我会讲说啊，你找议员搞我讲完，我来给你处理。那其实可能是个场面话，但是做法这样。但黄国昌，昨天有城市传说，今天有《倩女幽魂》Part 2的黄国昌位移。漂移。我说实在难听讲，就是说黄国昌使了那个眼色，你们仔细看后面的影片，他还有不时的往那个助理方向看，那个助理方向叫他走车，慢慢移出去镜头外面。有空你们自己看，我昨天看的比较清楚。那你讲回来，这个女的不管她是不是柯文哲的学妹，她今天所讲的一个问题是，黄国昌假设是黄国昌指使，他要来丢柯文哲的脸，踩飞轮有300万，你看上亿豪宅，我是你学妹，我拿个18个第1名，然后假设他是医学院，我也是个医生，那为什么我大安区、中正区我买不起，而你柯文哲就可以买上亿豪宅2间3间，连你儿子都有房子？他其实某部分是在变相的修理柯文哲，那这个东西更合理化黄国昌的这个玩法。我今天当个议员，我要告诉我的助理，可以了，下一个阶段呢，我一定会使眼色。对不对？合理嘛？我们以前在军中也会，那个小兵要上茶，将军，对，可以。茶就来了。长官讲完了，下一个动作，下一个动作。茶，对。其实这个某部分黄国昌，你说人家陈情，我告诉你，柯文哲还是你的启蒙老师之恩啊，没有他哪有现在的黄国昌？那人家要跟柯文哲，我说难听一点，你好歹是个党主席，对啊，你找我讲。不会让他出来救驾才对嘛？应该他救驾，怎么会叫吴怡轩？甚至于后面的那个议员那个什么志豪也没有讲话。我觉得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戏。新北市的选举，我只要告诉，我们这个是发言人嘛，国民党发言人，我不是发言人，你等于跟郑丽文讲，看不起柯文哲也就算，但柯文哲我跟你讲，成事不足，败事一定有余。但换个角度，黄国昌现在是希望。国民党是不是有给我个位置？他其实现在讲话来看娃娃。OK， 但范老师，就直接讲，未来蓝白合不合，就看柯文哲一个人意志决定吗？当然啊，当然是柯文哲啊。柯文哲苏然你就吃定国民党了啦。因为你国民党就一直希望，国民党有几个误区啊。第一个就是认为说蓝加白一定会大于绿。蓝加白60%，就会大于赖清德40%。网络上也这样讲啊，虽然好，我们不管那是统计学还是日几何学，那就三角两边大于第三边，就是这样子啊。问题是我们历史上看过最明显的例子是2004年总统大选，2000年因为萨卡都嘛，宋楚瑜连战阿扁吧，就阿扁赢了嘛。当时想说，只要我们连宋和碾压，一定是让阿扁输到脱裤子嘛。2个人加起来将近70%都有怎么可能？怎么加怎么算？你用计算机算，或你用手算，或你拨算盘算，都一定赢。
蓝跟白都这样想。那时候蓝白一合，那个国民党很多的那些人士已经去准备定做西装了，要入阁了呢，都准备要接哪个部长，都一定会赢的嘛，怎么算都赢，还是输啊。那个历史不是很简单？你以为政治是1+1大于2？政治不是数学，政治是化学，很多化学反应出来了嘛。所以我真的觉得说啊，今天柯文哲这就是吃定你们国民党，你要蓝白合，那你要蓝白，我就不故意一副欲拒还迎的样子啊，我就吊你胃口啊，对不对？你因为我不急是你急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是国民党完全陷于一个被动，然后柯文哲是主动哦，柯文哲直接叫黄国昌你去。我有黄国昌在那边，第一个我就成变成一个谈判筹码。你未来你国民党不管黄国昌选真的选假的，你议员要不要让？我每一个选区跟你谈。你比如说你国民党白这个选区，你有5席当，你上次有5席当选，我就要求你只提名4席。你留1席给我。你要不要？不要，黄国昌要进来啊。所以我就是我知道你我知道你国民党输不起新北啊，我就吃死你啊。所以我是觉得啦，就是说，国民党现在是就变完全陷入一个被动的局面，然后柯文哲就步步进逼，要越要越多，好，那你国民党怎么办？国民党现在完全没有战略啊！你看新北光是李四川到底想不想选？他当然会，李四川会想选吧？想不想选？他都有在看民调了，就对嘛？不是嘛？要选举说我很想选，很难吗？一个要打仗的将军，企图心要很强，对不对？你要企图心很强，你不能像那个清朝末年那个不战不和六部将军，对不对？你什么都好，那你怎么打仗？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国民党好，你今天你现在上不上下不下的那个刘和然他有意愿，可是他没知名度，我也真的觉得刘和然未来他如果没当市长，他很适合去开征信社啦。没有一个人这么让人家永远不认识的人。他开征信社需要很低调嘛。搞了这么久，没有人认识他，很多人他名字也念不出来，这也不简单。许光啊，许光，还有人到时候去投票说，怎么没有许光汉呢？还想说投许光汉，结果没有，是出现刘和然，对不对？大家寻找许光汉。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说，国民党那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郑丽文没有调解的能力。一个党主席，你这个时候就应该站出来。第一个，去找来柯文哲谈嘛，直接登门拜访，我去跟柯文哲谈这一局。为什么现在这个郑丽文好像消失了？因为他重点放在国共论坛。他重点他上礼拜接受那个英国金融时报，他希望的是明年见习近平，所以他对于这个新北这一局，他不晓得怎么处理啊。好，那我刚刚讲这个，然后再讲民众党内部呢也是分裂。刚刚去那个礼拜6去抗议，跟柯文哲抗议那个女什么医学院女生。奇怪，你应该跟柯文哲今天是我的市长就罢了，他卸任你要跟他抗议什么？你买不起房子是你家的事啊。你可以说为什么你柯文哲你的社宅我就是没登记到，我很不爽，这可能是个理由啦。可是你买不起大安区的房子，你去跟柯文哲抗议什么呢？那柯文哲，所以说应该找现在的市长。对，你应该去找蒋万安啊。跟蒋万安市长，我买不起台北市大安区的房子，为什么？你怎么找一个卸任的市长？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局就是什么，就是在黑柯文哲。OK， 那表示怎么样？表示这个黄国昌跟柯文哲其实现在不止貌合神离啦，我觉得有点貌不合神很离。那这个情况之下，就是一个茶壶里的风暴。来，慧珍。对，小哥，你刚刚问到一个重点，我突然想到，你说那国民党现在要怎么策略？招降纳叛，我们才是正蓝军。你那个，如果你们这个，我现在对黄国昌开始抛媚眼，叫那个黄国昌起义来归，你来响应我，好，我们一起来把民进党下架民进党。那像柯文哲。你自己以为你很厉害，然后呢，你就不愿意以这个下架民进党为唯一的最高宗旨的情况之下，你还要走你自己的路，那你就是破坏团结的人。所以他现在就变成一列解民众党啊，招降纳叛嘛，就把黄国昌给edge了嘛。那其实他也等同于，你刚刚也问我一个问题，就问说，那黄国昌干嘛这时候弄柯文哲嘛？
因为要灭柯文哲的威风啊，就是变成是，如果现在大家就知道2个太阳嘛，2个人太阳在较劲嘛。如果因为之前柯文哲在上一次总统大选的时候，他有25%，就被他自己的这一个弊案搞到剩10%，现在还有10%。你不要忘记，那时候时代力量的时候还有7%，就。那个黄国昌跳槽到民众党的时候，时代力量比3小，3%都没了，变成2点多%，关灯。所以他有没有可能在这一次再上演一场关灯？关谁的灯？关民众党的灯啊！到最后，比如说在这边弄的时候，他就说：“那个柯文哲他到目前为止还要跟绿营的这边眉来眼去，还在那边以自己个人的最大利益，然后至于国家利益之上，我黄国昌绝对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决定。”然后就开始就把整批民众党有一些跟他比较好的一起跳槽到国民党嘛。借此来裂解民众党的影响力。我跟你讲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大功一件。你不要说行政院长、法务部长，搞不好是有的。如果这样，国民党明明的副主席是李乾龙。李乾龙是新北人，对新北这么了解，又担任过3重区的这个党部主委啊，在深耕在地，为什么他不能够解决新北这一块？我也搞不懂啊。我刚才所有的这些问题，来明贤，要不要一次回应一下？这太复杂了吧？又有人在朝营心在汉，然后黄国昌要加入国民党之类，你们讲的有点，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会真叫你们招降纳叛，想办法把黄国昌能够拉到你们这个地方来。到底是谁是朝，谁是汉？好像讲的好像国民党是汉，然后民众党是朝啊。那到底黄国昌是关羽，还是黄国昌是潘凤啊，还是吕布啊？应该是吕布。重点你不要去解释太模糊，就很清楚的。如果他要你们会黄国昌不想当罪人，所以他希望人在民众党，但心在国民党。我这样解释很清楚。那我觉得他们都讲的太复杂了啦。这谁可以做决定，谁可以做裁决？新北谁可以做提名？这样想干单的人民做决定，民调最大。郑丽文啊，怎么会民调？就是民调最高，谁民调最高？为什么川博始终当然将军对川博不看好，认为川博没有选举经验历任做出来的民调就他最高啊。谁民调最高？为什么川博始终当然将军对川博不看好，认为川博没有选举经验历任做出来的民调就他最高啊。而且在前几份，甚至在去年底11月、10月、11月，有看到民调，他还领先到那个苏巧慧，领先到相当大的幅度，领先到快20%，这也是事实。当然，苏巧慧后来慢慢跑起来，都要建议叠加嘛，撇除掉他有没有都市传说，有没有中乐透那的歧视。你们苏巧慧，你咖喱谁在照呢？一个188的退一照呢，而且跑得真的很勤，因为我们都屏东嘛，所以有一个场合，我遇到柯志恩，遇到苏清泉，然后遇到川博，我们一个屏东同乡，我都要徛在边啊。哇，你啥个是要选管区定位哦？一起合照，他们也没有推啊，就一起拍啊，那就其实都有在跑嘛。可是苏贞昌真的帮苏巧慧很认真在跑，不止在跑，很多还包括了金主企业界都有在跑啊，一个人照，是2个人来照呢，所以对国民党来讲，当然有压力嘛。可是你在讲说谁可以决定人选，就是人民决定人选啊。那你对国民党来讲，国民党跟民众党怎么去做整合？就是看县市首长嘛，谁席次谁多了，就是做整合啊。做老实讲好像讲到说国民党好像输掉选举一样，我始终都觉得去年大罢免是这样子啦，我这一家骂了大半年了一样啊。骂到国民党你们都不看都怎么样？国民党就是烂怎样选举出来结果就这样。今天选举提名好，你现在只是在提名的过程中，今年确实比较快，因为民进党比较早就定位。可是过去往常大概都4月、5月，甚至艰困的选区到6月才决定提名了。现在检说席次好，民党要5+N，民党真的可以5+N到多少吗？可能5+0或减少啊，这很难讲。那你检验国民党，检验郑丽文，你要看席次有没有减少嘛？那最后好像说。郑老师讲，好像国民党现在席次减半打5折，剩下个位数，没这喊嘛。所以我觉得检验不是这样子。那个郑老师是谁？那个范老师啊，变成米可白、米可鲁了。你还记得米可白的事哦？不是每次在会生旁边都是变米可鲁。OK， 好，可是你讲对。可是这所有这些事情哈，会影响选举的变数，当然很多。尤其其中一个，虽然你说2026是地方选举。
两岸的议题，照理来说，一般是会到大选的时候，2028啦或什么。可是显然，因为今年包括郑丽文主席抛出来一些谈话，包括国共论坛在今年，然后那恢复了国共论坛。今天萧旭晨副主席带队，然后到老共那个地方看大家能不能够交流，在未来会怎么样？任俊，是这件事情。会不会是这一次本来照理来说不太应该是在地方选举的时候把这个拉出来？可是就因为包括郑丽文在媒体访问的时候也讲了非常多，在大选年的时候几乎本来不太碰的一些议题，但是都碰了。那要不要自认中国人啦、两岸和平框架啦，所有这些啊？我觉得对国民党中央来讲，就是说现在的主轴不是在地方选举。国民党今天他到了这个中国去嘛，你看大家认真看，是你今天晚上会不会跟宋涛会面？我不认为萧旭晨会不知道行程啊。这种会面的东西谁会出席？因为要对等嘛。是啊，你要谁坐什么位置，那个现场都要去排。萧旭晨跟你轻轻的带一句叫做客随主便，这哪有什么客随主便的问题啦？你真以为你去做客哦？你不是这样跟我们讲的你讲的是你要去传达台湾人民的心声怎么会到今天变成这个敏感的议题变客随？所以国民党中央根本没有 care 所谓的地方选举，因为他没有介入的空间啊。你告诉我，今天党里面的这几个人，除了李乾隆之外，李乾隆现在也不是主轴啊。萧旭晨跟这些郑丽文一天到晚心心念念的都是在什么？都是在要跟中国接触啊。地方选举有困难吗？最简单的方式就比照民进党嘛。我每一个选举时程定出来嘛，我2月1号什么时间点，对不对？大家协调不成就怎么样，就改征召，这很困难吗？没有要讲答案，就是过程嘛。国民党到今天为止都没有。OK， 包含侯友宜被问到的时候，他就讲一句我们会照基地时程。你的基地时程是什么？国民党没有一个人知道，那就代表它是一个浮动性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看的明天嘛，他们到北京去说正式会谈，按照萧旭晨的讲法说，我带了30几个一半以上都非国民党的。可是我就讲一句实话，萧旭晨今天聪明，他很怕节外生枝，所以他说政治性的东西他们不会碰，因为你没有这个所谓的这。可是问题是，多数人更想看到的是，当你今天讲说我要去表达台湾民众怎样的时候，你敢不敢？在人民大会在你的北京见面的时候，公开讲一句，请大家平等，我们是亲人，不要再派飞机飞来飞去，不要再把演习的场地以台湾为中心，动不动就包围。你如果今天敢讲这个话，我认为过去大家对你国民党疑虑就解除掉了嘛，你就公开讲，你现在在这边一直讲说我们要讲给中国听，你到那边直接面对面跟他讲。这个比你去谈那些说什么我们了解一下水利工程该怎么做我没有要贬低李鸿源嘛，他是专业嘛，我也没有觉得说你不能去谈环境你要谈永续，我觉得都 OK。但对于台湾民众，他现在更切实所感受到的威胁是，你说军购不要，上报昨天出了一个独家内幕，他说北京会高度关注什么？第一个，军购特别条例被挡掉；第二个，地方选举。这个新闻到现在为止，你总不能跟黄国昌一样嘛，一天到晚就是绿媒或什么。国民党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主动说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你今天在大家面前，甚至你今天晚上跟宋涛吃饭的时候，你就明白讲一句，台湾不喜欢这样，我们要谈，我把你当亲人，你有没有把我当亲人？亲人是可以这样飞来飞去、打来打去，动不动就开个飞弹的吗？如果你国民党这个东西不敢讲，我说实话啦，你花再大的力气去解释说，我们是为了台湾好，都是赖清德惹的祸。过往郑丽文就是用这个模式啊。老共发布军演的时候，郑丽文怎么说的？活该嘛，谁叫你们选赖清德？都是因为赖清德自己弄出来的他要这样。这郑丽文他没有讲活该那2个字，可是他内心所表达就是这样嘛。那我就讲啊，你们今天有一个机会，在大家的眼光下面，你们都去跟北京见面了。你敢不敢表达这个立场？如果你不敢，我必须讲啊，你回来再包装再多，说你们为了什么这样，对台湾很多人来讲，那是没有感受的。OK， 范老师，两岸和平框架的这件事情已经好久不提这些了。但郑丽文直接抛出这些，他说呢，如果他们要在2008能够拿下政权以后呢，希望能够两岸和平框架，让习近平那个地方，让老共跟我们之间能够维持和平或者怎么样？为什么在这时候要做这些？他不认为这个会冲击到选举吗？我觉得在郑丽文的脑海中没有所谓的台湾内部这次选举。那当然，或许他有一个想法是说，因为他在党内
他过去跟国民党他是发言人，他是文传会主委，他跟组织非常不熟，他可能也是觉得力不从心了，所以他或者很多人认为说，他好像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根正苗蓝的国民党人，因为他是在连战当党主席之后才从民进党投靠的嘛。然后他又当时大家都知道那个野百合学运的时候，他是主要的领导者，跟范云跟这些跟他们都是一样的，所以他在国民党里面就是被视为是异类。那他可能是想说，我要怎么样在国民党能够一锤定音？我可不可以从北京那边拿到由这个习近平给他的这个所谓的加持？因为在国民党内还是有很多人觉得，对岸很重要啊。我看这两天这个国民党也有一个立委讲说。你看呢？去年大罢免大失败啦，那个时候是台湾这个本土意识最强啦，表示怎么样啊？民进党那个什么抗中保台已经没有用了，去年8月就证明没有用了。我们这时候就要发挥我们的强项，大胆的去跟对岸建立关系，谋求和平这才是台湾的民意已经出现了180度的转变，有利于我们，我们就大胆的去。然后这个在国民党是这两天有立委。受访是这样讲的，对不对？那你说国民党有没有持这种概念的人？很多啊，洪秀柱、马英九啊，对不对？民进党那个什么抗中牌已经没有，已经生锈了啦。我们要走新的道路。那这立委也这样想啊。而且如果我真的见到习近平，我回到国民党内，我就更大声啊。他已经说他要明年上半年嘛，他搞不好是川普去北京3月份去北京完之后。可能下个就郑丽文哦，不，范老师是今年了今年你不要再明年了，明年的话那要离现在很远了，现在已经2月了，对，我还是没跨出那个12月30号的那个门槛哈，对啊，就今年啦，对啊，那你看，我郑丽文等于继川普之后在人民大会堂红地毯前面跟习近平面握手，那回来我就。不得了了，对不对？已经受习近平的这个加持之后不得了了，这个功力大增。可是问题是我现在看的是第一个，国民党可以等到4月，等到5月嘛？而且到了年中的时候，中共他们也要召开那个他们的党的代表大会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些东西很复杂。另外就是，即便你回来之后，你好了，你说你这个底气增加了，你再开始做协调，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是真的觉得，然后他刚刚讲过，他说要建立什么两岸和平架构、和平框架，大家不要忘记，上个礼拜那个《自由时报》连续3篇应该说就是讲说中国现在怎么的要求国民党要完成就是什么1国2制之后的具体安排。那你的和平架构是不是1国2制的具体安排？如果是的话，你国民党年底县市长怎么选呢？其实我是觉得。中国现在如果那个《自由时报》讲的是对的话，他已经对国民党进行的是极度施压。就是我要求你要达到什么标准？例如他说，当时这个2005年的这个联湖会，国民党挡了这个军购预算，挡了69次嘛。那你现在才挡10次啊，还有59次啊。他们甚至还讲说，你们现在的努力还不如当初联湖会当初的1/5，数据就把你讲出来了。然后现在就告诉你，第一个，这个1.25兆的这个特别预算不可以过。第二个，台美好不容易签署的这个关税协议不可以过。我问你，如果真的这样如果中国真的这样干，我问你，那国民党你年底怎么选？你这些在这个水五金是在彰化最大的生产基地，工具机是在台中，你江景成怎么选？所有的关税都回到这个谈判前25%到26%哦。所以我要讲的是，可是范老师，你刚刚讲的那些，难道国民党这些立委，因为这些都要在立法院嘛？对啊，国民党的立委难道不知道，如果关税的话，那就讲，因为如果到立法院，那是一个字不能动嘛，对不对？如果要真的把它给弄掉了，对选战会不会有这样的影响？或是降军购？因为好歹民众党的是复委了嘛，只是行政院版的上党了嘛。那国民党会不会提？因为有媒体一直不断讲说，国民党可能会提一个，对，就会自己提一个大概7000到8000左右，有这样讲。那他们也表示，他们也知道，因为立委虽然这一届不用选，可是他选区总有很多议员跟他们之间，然后大家要去选，或是县市长要选，如果万一有什么闪失，对他们也不利啊。我觉得现在的国民党，他们干嘛要听郑立文？如果郑立文有像你讲那样，他一定要这样，他们也不会听啊。可是我也没看到哪一个国民党的立委站出来说，我们就不能挡啊。我也没看到江启臣、谢依凤出来表态啊。如果这样，如果这事情发生在民进党，可能很多立委就站出来了。我们要选举你搞什么啊？立马就站出来骂啦。那国民党就好像
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不能够阻挡，可是呢，就好像看到他要阻挡了。那为什么没有一个年轻的立委站出来说我们这样做不行？一个人都没有，然后整个党好像六神无主。在萧旭晨还在北京跟国台办主任送他们喝了这个茅台，开心的不得了。他们是一挂。然后郑丽文这个人坐在中央党，在这个党主席室，每天想着在今年的这个跟习近平见面，然后整个这个新北市这个都群龙无首，不晓得哪一个人是候选人，就各忙各的。然后立法院啊，这些立委也不晓得下一步要怎么走，所以就变成说整个党，我觉得好像是这个没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战略跟战术布局，然后跟民众党到底保持什么关系，也不晓得。就大家就一个一个就好像是每个人活在自己的舒适圈同温层里面，反正他们就讲了嘛，去年大罢免没赢，我们稳得很啊，我们县市长，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席，我们躺着选会赢啊，就是这种心态。好，范老师刚刚讲的这些，明显要不要直接讲？那郑主席然后要讲的这些，你们会不会担心？如果讲这些东西，会不会对选战造成所有这些影响？如果照郑老师讲的话，范老师要讲我郑老师，奇怪，你到底最近跟哪一个郑老师？还是重头讲的是你啊？有2个姓郑，今天一直心不在焉嘞，对啊，不能在没可已经两次，今天怪怪的，怪怪的。好了，黄牌警告了，再一次就红牌出场。不能照范老师的讲法，那国民党归爷了，给阿 Q 对人摆，我就加入民党籍就好了，全部让我欢迎加入民进党，就这样子嘛。你给对人摆跟民党的论述一模一样，比如说民党要抗中保台，你就抗到底。你有没有看到国际局势在做改变？我都要胜从12月开始的法国马克龙、法国、芬兰、英国、加拿大、爱尔兰，接下来是德国总理，接下来美国川普，嘎隆中7倍呢。那些很多，包括你看，芬兰是9年没有去过中国大陆，爱尔兰是14年，英国10年，美国也是9年呢，陆陆续续10几年，这些各国欧洲国家领袖都没去过北京。最近开始从卡尼在论坛讲说中等国家团结合作，改变不同的策略的时候。他们也在转啊，他们在改变啊。确实有一阵子，包括欧美国家绑在一起，大家在抗中。可是地缘政治在做改变的时候，这些都去了。好，民党这些说什么郑丽文，包括这是国共论坛，会向社会传达、向国际传达一个错误的讯息。拍谁你了啊？呢？哇，那法国、芬兰、英国、加拿大、爱尔兰、英国、美国都传达错误的讯息，干嘛呢？所以我觉得不用同一个思维嘛。比如说之前。联合报做两岸大论坛大调查的时候，它是延续很多年的去年大概9月、10月的时候，那也是接近90%，希望两岸民众是希望两岸有交流对话啊。民党的支持者也超过1半希望两岸有对话啊。你他妈没有官方管道的时候，当一个民间他不涉及公权力、不签任何协议的时候，去做两岸交流是属于一些包括防灾这一些连这个也不行的时候，那民党的上面的人者啊，所以你说好。军购的部分要说明清楚了，譬如说我们知道说有明确货源的军购的，譬如说像卢秀燕提到你要准时交货的，你比如说我们买潜舰你没有准时交货，国内厂商还不会急啊，像美国你不能让它予取予求嘛。比如说像卢秀燕提到你要准时交货的，比如说我们买潜舰你没有准时交货，国内厂商还不会急啊，像美国你不能让它予取予求嘛，可不可以？我们要求说可以准时交货，那提供台湾该有的武器，我们防卫需求的比如说我们是民主友盟可不可以变成民主盟友啊？跟日韩一样买比较好的。比如说 F-35没丢不要紧可是可不可以比较好的这些？譬如说我们来讲C5IS譬如说我们 E2D 可不可以买到古嘛？我们的空中预警已经30年前了嘛，像这一些可不可以买得到？所以我觉得，可以说你们不是在挡预算，也没有刚刚范老师讲说老共那个地方有下指示啦，要挡要什么什么这些你们只是因为要求比较多，要求希望很清楚的知道一些细项，要把关嘛。比如自由时报讲说什么3条件3支派，拜托我也在报社待过嘛，而且你是采访到宋涛还是采访到王富宁嘛？说要知道北京3条件，哇，那都新闻也兜得太夸张了。这个徐成功一定要提告，一定要告到底，这一定要告啊！你把我北下里了告的。做记者当然好，譬如说你访问民党某某人，1个礼拜还没有告了，告了，你访问说民党某某人讲的或国安人士讲的，那讲清楚嘛，就说这种消息来源中共认为怎么样？拜托你中共你谁可以代表中共？比如说涉台办或比如说王沪宁或宋涛，你如果记者有采访到你搞
啊，如果访问到民党某某人讲了，你的卖这个套蔡德嘛，我觉得这个要讲清楚了。明显，你会不会自认自己是中国人？哈，你会不会自认？台湾人呢？不，因为郑丽文主席他说要让台湾人，然后自认自己是中国人。不啦，一讲的时候，像我的我台湾出生，我屏东嘛啊，所以你说我祖宗哪一代从大陆来，我不确定啊，可能有啦，一定有啊，我底下出生要这样，所以他讲了说，譬如说中国大陆是亲人，然后那个老美是曾经是恩人啊，这个当然有人有不同的意见啊，可是他论述就中美关系都很重要，不要在两边选边站嘛。亲人跟恩人，当然有人讲说恩人会不会太过啊？朋友的喝啊，好朋友就好了啊。亲人有人当然那是文化跟血统的认同嘛，不代表政治认同。对国民党的政治定位的是安内嘛，要继续维持中华民国的自由、民主、平等这个架构不能改变的。不管再怎么样，这个自由、民主、平等、自由的架构一定要持续维持下去了。廖金。我个人认为，明贤其实有避重就轻的回答，那应该是讲说，我们希望谈，两岸希望交流，但要有一个前提，对等啊。可是目前没有对等啊，所以你说啊，民进党想要谈，我们真的想要跟国家之间的对谈，但问题他不认为我是个国家，我没有什么好谈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头到尾没有放弃武力攻台的是谁？就中国大陆嘛。好，你讲到这个的前提之下回来，国共论坛，各位观众啊，国共论坛这一次的国共论坛几年没办？9年。好，国共论坛最大受益者是谁？叫做萧旭岑，并不是郑丽文，萧旭岑以前要国共论坛，他还要不要经过马英九？还要嘛。所以这一次的国共论坛，所有一手，我不敢说推手啦，最起码从中获利最大的叫做萧旭岑。哎呀，会不会选举啊？跟选举不选举没有关系。好，然后讲这一次所谓的国共论坛，国共论坛本身就是个政治。那政治之间你谈的，你是假借所谓的交流，但实际上你去那边到底受了什么样的一个讨论的内容，这要萧旭岑才知道。好。大家都在合理的怀疑军购为什么要挡，内政为什么要挡，税金为什么要挡，甚至于连台湾的选举地方县市首长都要介入。为什么江启臣？国民党也明知道江启臣其实选举他的利多大于杨琼英，但是换个角度回来，为什么杨琼英这么有底气？我就是要选到底。他的背后是谁？绝对不是卢市长，他的背后一定是有人要他一定选到底嘛。好，那今天因为江启臣不是中共那边喜欢的人，因为他比较亲美，所以他认为这个是以后可能不能拿捏的，所以呢，希望杨琼英。那在这样情况下，你觉得杨琼英会是老公？对，你要回一下，这会不会跳太远了？不会，你让我讲完。中539跟这个可能差距蛮遥远的。你不要又要转移焦点，你让我讲完。所以现在的情况，你说选举，我个人认为是这样没有错啊。因为江启臣当时候挺的是谁？郝龙斌嘛，对不对？郝龙斌为什么选输？不就是中共从9月3号那一天开始介入了以后，郑丽文赢嘛？有史以来票数最少，那得票率最低的郑主席嘛。他现在从头到尾，你们在选举他也不管，他只要郑习会。所以我刚才讲的本身就是个政治。那军购的部分很清楚嘛。为什么军购要挡？你们都明知道不挡。我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人民有让后代免于战争的权利哦。那我们现在要强化我们自己，因为每天说要攻台的人是谁？是中共嘛。不放弃武力攻台的是谁？是中共。所以我们要强大我们自己的武力。所以在这个地方，全民都共识你是哪里人，对不对？你告诉我你是中国人吗？我告诉你，你中国人，那麻烦你到中国去，而不是说我不认同他是我的亲人，我就要离开台湾呢，不是这样子呢。所以我个人认为，整个国民党现在亚优对白也好，组团到中国大陆去也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也好，但重点你们到底要去接收什么讯息？难道我们的税金跟美国的关税的问题不应该同意吗？如果回来还是有意见的时候，那到底是谁的目的？如同我讲的，连我们地方首长选举都要介入，所以我个人认为，明显不要睁眼说瞎话了。大家心智立马是老计价，这些游戏规则、这些内容，难道不是真正中共的目的吗？那你们的党主席现在连地方的一个协调能力都不愿意出来的，
饱含县市首长宁可放烂摆烂，也不愿意介入。那原则上只是希望正席位。啊，规工要给咱拍的人嘛是中共啊，你还一天到晚正席位，那你正席位完了以后，能代表台湾人吗？我们还是一样，我们的年轻人80%都是天然独。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而非国民党讲说，中国是亲人。我讲个拍天爱啦，亲人哪的亲人？英国人能跑去美国说我们是亲人，人家还是一边一国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还是希望国民党要认知清楚，明显真的不要睁眼说瞎话了。OK， 但是刚才建议讲那段，你说有没有人挺杨琼英委员？不管江启臣跟郝龙斌是不是比较好？然后郑丽文会不会挺杨琼英？不知道，但是没有办法直接把杨琼英委员跟老共那个地方扯上关系。这一段是要先讲，因为他们现在在初选嘛，这一段是这样。那后面到底？郑会不会挺杨，然后郝会不会挺江或者什么？各自政党之间这个还算正常啦，有没有这个样？但是跟老共，这个要先讲清楚 ，OK？ 可是刚才讲到所有这些，问将军，第一个你国民党出身，第二个，你在怎么讲？您是山东对不对？山东对不对？山东。那郑丽文主席讲的那一段呢，说要台湾人接受自己是中国人，两岸和平框架从以前到现在，你以前还在军队，对。那听到这些，到底会觉得那对两岸之间的未来到底有什么一些想法？我不知道郑主席所讲的这个中国是我们的亲人吧？我不知道这个是所谓的抽象的还是务实的。对我来讲，抽象的，我爸爸来自中国，所以我们的祖先是从中国来的。务实的，我所有的亲戚都在台湾，中国一个都没有，中国我一个亲人都没有，真的啊，否则的话，我的亲人早就被中共压迫了，我是被惩戒的。对，我中国一个亲戚都没有，我所有的亲人都在台湾，所以人家问我说，那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我就讲嘛，你是抽象的还是务实的？抽象的，我爸爸从中国来，我的血缘是中国，但是你讲务实，我俞北辰所有的亲戚都在台湾，我中国一个亲戚都没有，那我当然台湾人了。所以我就说嘛，现在像我这种务实的人越来越多，我就是实实在在的台湾人啊，我没有亲戚在中国啊，你叫我去我要干嘛？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那我从外国各地回到家就是台湾，回家就是回台湾，家在哪里我就是什么人嘛。那将军，那郑丽文主席讲那一段话，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他希望两岸要谈，希望两岸之间，但是当讲了这些话以后，会不会直觉上以您自己在地方跑，会不会直觉上对选举，虽然是国民党的选将要选嘛，对县市首长或各方面选举会不利吗？当然不利啊，当然不利。你叫现在一个县市首长到选举的场合直接高举我是中国人，谁敢讲？蒋万安敢不敢？蒋万安问他说台湾人啊，你问张善政市长，台湾人啊，选票比较务实吧？对不对？你这是讲中国人对你选票不知道吗？他又不选举，可是他是党主席啊，对，如果年底选不好，那个党主席一定要负一些责任啊，他应该要知道这个啊。那不重要啊，那不重要，见习近平比较重要，真的，我是说真的，他的想法就是说。我把曾丽文在选党主席就讲得很清楚，国民党不要怕别人贴你红标签，对的事情就去做。曾丽文自己说的啊，对不对？所以曾丽文觉得见习近平没有错啊，他是降低仇恨啊，对不对？然后包含了中配就未来要当立委，今天已经是了吧？李珍秀啊，对啊，已经是立委，对，现在立法院立委李珍秀，对，他也讲啊，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根本就没有两个国家嘛，对不对？对，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唯一合法政府叫中华民国。你敢不敢直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就是个叛乱团体？你敢不敢讲？你敢讲，我也佩服你啊。他不敢讲啊，他只敢抓中华民国宪法说中华民国的领土遍及中国大陆跟台湾，一个是自由地区，一个叫什么？大陆地区，沦陷地区吗？大陆地区。对，那按照中华民国宪法，应该叫沦陷哦。按照我们的认知叫沦陷啊，他是非法暴力取得中国的统治权，他是非法政府啊。李珍秀敢讲吗？他敢讲，我相信没有人敢说他不是台湾人，他就不能说嘛，说他他就跟我一样变惩戒分子了嘛。所以我就说，你如果要认为中华民国是唯一合法政府，那就表示你认同我的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叛乱政府，习近平根本是个土匪头子。你敢不敢讲？郑丽文敢讲，我说你去了，我也佩服你啊。所以你说你是中国人，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我同意。但是呢，请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算什么？它是匪徒吗？还是匪党？
还是匪类？那你叫习近平不应该叫习主席，叫习匪你要习匪所以没得谈嘛。所以如果说今天真的两岸的这个国共论坛或是国共交流对选举没影响，10月去啊，10月去啊，10月选前1个月带着所有县市首长去见习近平，见完回来全部高票当选，大家认为可能吗？当然有影响嘛。我在地方跑，问哪一个要参选的人说，你觉得你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啊！别乱讲，不要乱讲，这个企图不使人当选啊！每个人都这样子啊，这没有人会说选举前你要当台湾人投你票的时候，你说我是中国人，除非你要选的是中国人民大会的代表，否则没有人在2026年参加选举会说我是中国人，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魂，台湾只是我暂栖之地，有一天我一定回中国大陆，所以这里只是过客，我不是台湾的台湾音呐。可是会如果这样讲的话，好，那 AIT 最近卢彦很忙。对，然后到处拜访，到处见。好，大家都知道嘛，第一个军购案的问题，所以刚刚讲到说军购案的这些问题，因为非常敏感，那两岸之间的氛围啦这些，然后再加上好，上礼拜5的时候，立法院蓝白联手，包括几个法案，对，不管是助理费案，对，然后包括频道的 NCN 频道的那个案子，然后还有包括不当党产啦，类似像这些所有这些过，你自己评估，从刚才讲的军购到这些法案过。在不管到年底选举，或是最近的这些氛围，会产生什么样各自有利不利的影响？其实我觉得古立园中间有一段时间回去的样子，就是他们的另外一个代理人出来。那他回来之后，古立呢动作变得非常的积极，光是上个礼拜好像连发4篇贴文还是5篇贴文。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怎么会是什么华盛顿的这个？有没有？好像也是 AIT 华盛顿总部的，是不是？特别来邀请也不要邀请啊，就说来拜会卢秀燕古立也是特别来跟卢秀燕这边对进行拜会，甚至传出卢秀燕在3月有可能赴美访美。古立也是特别来跟卢秀燕这边对进行拜会，甚至传出卢秀燕在3月有可能赴美访美，但卢秀燕这个目前为止是说还没有太明确的东西。那为什么不是郑丽文啊？为什么不是郑丽文啊？现在主席是谁啊？现在主席是郑丽文卢秀燕是什么角色？卢秀燕顶多是2028未来一个那个炙手可热的人选，那也还没，那也还2年后的事啊。所以代表什么意思？美国对于郑丽文是不信任嘛，强大不信任，所以美国其实是有点要国民党就是把这个卢秀燕的角色浮出台面让大家看，某一种程度上也是指路给国民党。你们不要那个好像对那个青美波啊，我们在西瓦7月半鸭子不知死活啊，跟谁很重要。如果你确定跟郑丽文去讲我是中国人，那你就是站在我们美国对立面。我觉得其实现在美国是这个强度已经到了，他甚至古立文有个贴文告诉我们台湾说，为什么要我们这个军事方面的一些关键的零组件要在台落地生根发展很重要，因为他直接告诉你，你台湾是4面临海，没有乌克兰说还可以有，就如果封锁的话，对封锁的话，所以如果你们自己不生产军备的话，那请问其他亚洲各个国家或者是全世界其他民主国家怎么样来支援前线？所以他对于台湾这个部分已经你不要讲介入，就是很明显已经指个明灯给你看。除此之外，我爆一个小料。上个礼拜刚好有个机会，然后我去出席了一个活动，那个活动是欧盟驻台代表处所办的活动。那你就会很明显感受到一件事情，欧盟现在对台湾也是升高层级，希望跟台湾甚至跟媒体圈希望可以有更紧密的了解合作。那他们那个处长也很有趣，一开始致辞的时候就讲了一句，哎呀，台湾可能都不是很理解。事实上，在欧盟
整个27个会员国在台湾的投资总额是超过美国跟日本加起来的哦。那这个什么意思？所以表示他们跟我们的关系很紧密，很重要。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以前跟美国很好嘛，他有点说，不要忽略我们欧盟的存在。事实上，我们欧盟很多是在加码台湾这边投资的。然后呢，第二个，因为这个川普讲 saving 嘛，在达沃斯的会议上讲 saving， 人家那欧盟弄得那么难看，欧盟也要，我跟你台湾对不对？台湾的晶片，半导体的晶片，全世界都要，也开始在台湾这个部分变成是把这个关切度拉高。所以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国民党、民进党、共产党的事情，它其实很清楚了，已经拉高层级到就是美国跟中国。那你台湾没有含糊的空间，那国民党你们要选清楚，你到底是要跟哪一边 ？OK， 但建议是上礼拜通过的那3法，现在媒体上报道，府院是倾向不附属嘛？是，就是包括助理费案啊，所有这些不附属，现在看起来的话，又是朝野之间再继续大战一场。是我个人认为其实不附属我也支持，因为真是牙卡牙手，我们都牙输嘛。但换个角度，各位观众，你们想想看，广电法、卫星广电法就中天嘛。好，那你另外救国团56.11，那是国民党附随组织嘛？另外一个立院组织法，议员的那个国会助的助理费，我都不支持这个助理费这样子用。更何况你是2%或3%去代表97%，然后这3个法案大家仔细看，哪一个跟民生有关系？你为什么总预算不先过，不先复委讨论？为什么军购不先复委讨论，而去讨论这3个？图利，对不起啦，我可能用图利不对，应该是只攸关于他们个人的一个事情。要不要国会议员要针对我们民生、国家，甚至于我们国家的一个行政流程，尊重行政院的一个先后顺序？但是你今天做这个东西，你说未来国民党跟民进党之间，朝野两边会不会针对这个部分不附属的问题来处理？我个人该战就要战，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不公不义的东西嘛。中天是有史以来被罚最多、争议最多的。那今天那个救国团56.1亿，那你已经输了，法院也判决你输了，你跟我告诉我说要恢复。那讲到这个救国团的事情，我更好笑了，我又要提到这个我不想提的人，黄国昌。看一下，这是2016的黄国昌做这么无耻的事，还嘻嘻哈哈。经过今天，我确信尺度无下限的中国国民党没有悔改的可能。该做的事就彻底让它灭亡。躲了今天，躲不过下周。下周临时会第一案通过不当党产处理条例，下面还有一个追讨不当党产。黄国昌，你是变性了还是失忆了？那现在你们居然在你的最后一天去支持要不当党产追回这个56.1亿，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回头是岸啊！毕竟这种东西是针对个人。国民党真的拿56.1亿你也看会给啊吗？现在全国所有的健康中心几乎全部是国民党救国团去经营的呢，所以我倒觉得这件事情不附属，我也支持不附属了。来，明贤，建议员虽然是我议会的很尊敬的大前辈可不可以不要加大？我更尊敬的大前辈，民党我还有2个，第一个是那个游盈隆中选会的那个提名。我刚一直在讲说什么中共介选，那个游盈隆底另外一公，好像政府的证据也没有那么够啊！如果这样子的话，你们来搞赖清德胜去配，因为游盈隆是赖清德提名呀。到底不附属？赖清德提名，你不还有鬼吗？我在讲说到底有没有中共介选呢？证据没有很多啊。第二个，不附属在柯建铭会不会在他们的群组里面要写没有不附属的空间呢？怎么办？所以什么行政院官员或绿营官员，不要放话嘛，谁居民出来讲嘛，负责任一点啊，要挑战柯建铭。就小咖赫也要出来讲嘛，不要像建议建议因为议员可以讲嘛，可是又不是立委，所以哪个立委说不附属要出来讲嘛？因为柯建铭人家都讲了啊，还是说柯建铭现在登记当总召不行，直接要挑战他。明显咱底下公备啦，你认为这3个法案有优先需要过吗？过的公不公义啊？就说好，现在朝野是这样，我讲了，就说你对在野党来讲行政院我这么通过的法令，你们不执行，譬如说财划法不附属不编预算，譬如说之前的那个补偿条例一样
啊，就变成朝野对立在那边哦。你执政党就怪说哦，在野党我总预算不审查。那你认为助理费真的是我们议员的一部分吗？我认为助理备案是那么柯建铭是签了哦，柯建铭在协商时候签哦，结果被自己的人吐槽说，嘉宾他改吐槽，我不爱签。你看自己民党内部也看见解不一样嘛？你自己本身民意代表，你认为应该吗？你要问柯建铭总招了，所以我认为朝野最后会要怎么样，你知道吗？现在变成对立僵局无法解，譬如说总预算上，在野党认为说92.5%可以执行，2兆8是可以执行啊，执政党农历你不审查，朝野对立僵局不是说。都要会成功，要让老美解决，我不认为要让老美解决，台湾民众就可以解决了。接下来年底选举就是一个检验嘛，年底不检验的话，接下来2028就是一个检验嘛。民调现在已经是民进党的那个比较认同度高达36%，然后国民党跟民众党加起来不到30%，那这个民调已经一直在告诉你们36%，你那个赖清德满意度他不满意度也超过50%了啊，是不是呢？他执政方向都错误，所以老讲。安迪还在OJ没输鸟，最后真的检验11月26投票就是见证。所以明显的意思就是就是要安尼做，无你无欢喜卖登国民党。其实我还是要，你不部署一样。你是记者出身的，我们回归这3个真的有必要要？不然我问你，柯建铭认为说没有部署的空间。没有不部署的空间啊，左荣泰一样不部署啊，所以左荣泰对还是柯建铭对啊？那个总统要背这个责任啊，那就没有责任啊。你的责任在哪里？你的柯建铭你都不爱听，所以我真的56.11再还给救国团合理吗？救国团是属于国民党的吗？我都没有过一起被喝。法院有没有判决了？判决现在还在诉讼当中哦，所以到底诉讼出来怎么样，这不确定哦。给救国团合理吗？救国团是属于国民党的吗？我都没有过一起被喝。法院有没有判决了？判决现在还在诉讼当中哦，所以到底诉讼出来怎么样，这不确定哦。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些法案在未来，对了，如果说民众检视的话，那会不会在未来选战里面会被大家再拿出来讲？但对全球来讲的话，现在有没有都闻到那个氛围？任俊，伊朗要在荷姆斯海峡实弹演习，是那个是全球石油运输最重要的一个海峡。然后，川普是不是真的会直接在伊朗动武？我觉得这个差别就在于是秀 muscle 是一件事，对。但我的 muscle 拿出来之后，除了秀6块肌之外，你敢不敢把你的6块肌实质上拿出来做些什么事？这是差别嘛？川普这么厉害的人，但他看到金正恩。他也要调整一下，因为很简单，金正恩敢案，你川普敢案嘛？所以这当然我这样讲会有人讲，有啊，他也去抓了马杜罗嘛。但问题是马杜罗跟伊朗的荷梅尼是不同的状况嘛？所以看起来就是说，美国当然秀 muscle 啊，对不对？他不是也搞了这个林肯号搞到这个，而且他说2个航母群哦，是啊，然后你摆在那里嘛，对。你要举行演习也 OK 嘛？可是差别就在你刚所提到，那人家是用实弹演习啊，这个差很多，这个就差很多。美国到现在为止，它的演习不管你是这个亚太地区的联合军演，或是怎样，基本上它有做这个比较有动态的东西，但从来没有说不行，我就给你炸，我就给你打。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第一个伊朗本身现在对于这个他们自己国内这些示威他把这个名词定成叫做政变。政变的概念是什么？你示威，我去镇压你，你不行你无视于人民的反抗。但是政变代表是你要推翻我政权，那镇压就变得有道理。伊朗现在正式的变成这样啊。所以我已经为了要维系我的政权，这叫做内部事务了。而且政变基本上没有什么和平政变的啦。当年吕秀莲提着什么柔性政变伊朗现在看起来定调不是什么柔性的问题，是你直接要搞推翻我政府。所以如果你美国来攻击我的话，就要变成什么？就要变成全区域的战争。你会发现到伊朗现在做的事情，除了我讲之外，他开始在那个海峡举行2天的实弹演习。实战演习的概念就是我只要参加演习部队，就是准备转换成为战争状态。由训转战之前这个俄乌战争大家看非常多嘛那再来就是说呢，现在看起来因为你伊朗做的这个事情已经告诉大家讲说我被变了，
那传出来讲说，美国要用这个找将领去会商哦，然后对整个伊朗局势的情势哦升温来进行最后的战略协调。当然伊朗有些动作啦，因为大家就质疑就讲说，你美国要去抓这个何梅尼吗？哦，还是说他躲起来？他说没有啊，现在有说公开他的照片，当然这个照片是哪一天拍的？我也必须说啦，你也很难去了。但是他就是要破除，就是我没有在怕你哦，你美国很厉害是不是？你会用无人机锁定我不再怕。而且呢，看起来让他会觉得就是说，何梅尼的出现，因为他是最高精神领袖，在宗教国家里面，只要宗教领袖出现的话，对于他的人民来讲，基本上会比较有安定的一个效果哦。所以现在对于川普来讲哦，真的啦。川普要用什么方式去解决伊朗的问题？老实讲啊，伊朗的问题本来一开始是伊朗自己的问题，是美国跳出来讲说你不能再怎么样，你不能再怎样，不然我要，所以是美国试图在这件事情上强力介入。而当伊朗现在把它定调为成为叫做政变的时候，那问题就来，川普你要用什么角度去切入？你当时对于委内瑞拉的马杜罗，你说因为他跟着贩毒啦，他就是搞毒品的，就是他这边纵容，所以我今天毒品危害了我美国人。那伊朗这件事情，你要怎么去转？你看当时被台海提到台海问题的时候，川普说，中国不能这样对台湾，因为台湾没有什么监狱人犯的问题，没有去影响你的问题，没有毒品跑去你那边危害。那伊朗这个问题，在对川普来讲，何尝不是一个两面刃 ？OK， 全球现在关注的，除了刚讲美国跟伊朗会不会动手之外，方老师，张幼霞的事情。不是我几乎现在是每天听到一个新的张幼霞的状况。你是了两岸专家，请问一下现在到底？因为全球大家都关心，很少有看过当老共的一个军委会副主席，以前也不是没有军委会副主席下来过啊。对，但从来没有一个像张幼霞这个样子啊。对，然后那个张幼霞说他落马，说他只能自杀啦。但从来没有一个像张幼霞这个样子啊。对，然后那个张幼霞说他落马，说他只能自杀啦。我觉得在中国啊，是何卫东还是张幼霞？这边是讲有人说是张幼霞，有人说何卫东都有啦。但是在中国说实在，你这种高官要自杀没那么容易啊。你如果被关在秦城监狱里面，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然后川普说这个习近平是唯一的 boss 啊，唯一的老板啊，唯一老板。那我不晓得川普每次恭维人家，我都蛮紧张的啦。然后他说这个居心不良了哈。然后他们现在就说这个解放军报就是说要让习主席放心。其实你看这两天，其实一而再再而三，解放军报都不断有这个文章出来，就表示什么？就是你是缺什么补什么嘛。就其实主席放心，就把他不放心啊，对不对？然后呢，然后刚刚讲过这个，有人说何卫东自杀，的这个自杀，那何卫东也是军委会副主席啊，所以说我看他们这两天也说什么要什么刮骨这个疗毒啊，壮士断腕啊，就刮骨啊，我们是讲关羽嘛，关公一样嘛，可是那个刮骨不能把骨头给挖给断掉了。他现在对这个整个高层40个上将，剩下4个啊，所以我觉得很荒谬，就是说，当然这边有谈到，就是说，主要还是张幼霞，因为他有参加过这个1979年的越战，还有1984年的两山战役啊，所以他什么？他矛盾就是共军内部普遍的反对攻打台湾。那张幼霞我们知道，他是参加这个越战是真的是从死人堆拔出来，你知道那时候中越战争啊。根据西方的这个计算，解放军26000人阵亡，然后光是受伤的话是37000人，所以那个是很惨的。为什么？因为1979年的这个惩越战争的发生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的越战是1975年结束了，是越南军队是打败世界第一强权美军呢，所以那时候刚打完，跟共军打士气如虹哎。而且共军当时1979年是从1949年就没打过仗啊，将近30年没打仗，跟一个身经百战的越共打。虽然中共说我胜利，可后来大家都认为你那个是吹牛，是惨胜嘛。所以现在中国内部为什么内部矛盾这么多？现在是连怎么样？连蔡奇
王小红都可能说他们已经这个是这个可能是遭到这个网络传他们高层逼习近平要重惩了。为什么？因为很多人说蔡奇当时就是去抓张幼霞的。那蔡奇是什么？中央办公厅主任，他也是7个政治局常委之一。那蔡奇是跟习近平一路从福建就在一起的。那蔡奇是习近平身边的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中办是掌握习近平安全的，还有一个中央警卫团。所以说有没有可能真的是逼习近平抓蔡奇？那这个表示什么？张幼霞的势力还在哦，他可以逼迫习近平做这件事。那王小红是谁？王小红是公安部部长。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又传出来。那另外就是我们看到这2天2个人，一个就是这个赵少平，他是这个中共的这个前蒙古书记，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王祥喜，他是应急管理部的部长，这2个被抓。所以我真的觉得中国现在这个难怪那个 CIA 的那个输让中国官员这个投效 CIA 的那个点阅率一直创新高。是我现在看说好像已经快7000万人看了。为什么？中国官员真的是高风险行业啊。所以我是真的觉得了，现在这个中央军委只剩下一个委员了哈。那个委员我看他很快也要称病了啦，因为他可能也是下个被整肃的人。所以我觉得整个中共高层的确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内部对立非常严重。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全球大家都关注了刚刚那几个新闻，在未来对于全球不管是区域啦或者什么会造成什么一些影响。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国内政坛蓝绿白之间的合纵连横，不管是在立法院在地方的选举，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萧玉成副主席现在已经到了中国大陆去了，这2天从明天开始政治业的会议，甚或这场会议，那不管对后面会不会有政协会甚或选战的影响，也值得大家密切的观察。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学员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